注意看，这个小男孩一直从兜里掏出钞票，此时的钞票已经装满整整1麻袋。小男孩也掏到手抽筋。你也想拥有这样的能力吗？就在1天前，大壮还是个穷屌丝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和小帅两人在陵园里给人打工。就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条裤子，正是这条裤子逆转了他的人生。大壮意外地发现，裤子口袋明明什么也没有，但就是可以掏出钞票。这可把一旁的小帅高兴坏了，他提议，既然有钱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浪一把。紧接着两人就开始尽情的挥霍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玩具统统加入购物车。看到这么多自己喜欢的玩具，马上就是自己的了。两人开心的像个孩子，看到自己心仪已久的手机，毫不犹豫的每人来10部，支付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一张一张的直接整一大堆。这一操作将收银小姐姐惊呆了。他们回家的方式也不一般，租下一辆长达10米的大奔。此时的司机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此时此刻，两个孩子已经彻底放飞自我，玩着泡泡机，拿着大把的钞票。他们开心的像个孩子，碰到漂亮小姐姐，两人就给出非常友好的国际手势，惹得小姐姐们一顿狂追。回到家里，一边玩玩具一边打街头霸王，小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了。可当爸爸回家时，他们就会快速将所有玩具藏起来，生怕爸爸发现他们的秘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像往常一样，每天按时按点上班，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，雇佣一群流浪汉帮他们干活，完事后给他们支付高达100万的费用。随后兄弟俩从老板那领了100元。一次偶然机会，父亲发现了他藏在家里的玩具，以为他偷来的，就开始对他进行思想教育。大壮委屈的像个孩子，气冲冲的跑了出去。失落的大壮给好兄弟打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一旁的流浪汉看到大壮过来，安慰他，并告诉他，亲情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此时的大壮茅塞顿开，接着就开始疯狂的给流浪汉掏钞票，一张接着一张，一会功夫就整了一大把。这一操作直接给流浪汉整懵了，他以为大壮偷拿家里的钱就要给他送去，接着就被疾驰而来的车辆撞得人仰马翻。另一边，银行发现最近仓库里的钞票总是无故消失，但又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，即便警察前来调查，也毫无进展。很显然，那条裤子和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两人沉浸在金钱带来的喜悦不能自拔，看着满屋的钞票，两人欢快的手舞足蹈。可他们丝毫没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。这个小男孩疯狂地掏着钞票，不一会儿功夫就堆满了整个房间。两人高兴的手舞足蹈。与此同时，被撞的流浪汉也出院了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惊呆了。紧接着，他就坐上了这辈子梦寐以求的豪车。只见他左看看右看看，喝了一口香槟，最后露出久违的笑容。随后，流浪汉就被带到一个豪华大酒店。大壮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，购买了这套总统套房送给了流浪汉。这次流浪汉没有拒绝大壮，他选择了欣然接受大壮的馈赠。就在几人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看到了很多流浪汉，还有那些为了温饱出门卖艺的孩子。于是他们开始用这些钱去做善事，他们将钞票分给需要的人。大壮还得到了老奶奶发自内心的祝福。回到家里，他们分工明确，两人负责查询，一人负责记录。他们在网上看到，非洲那边非常贫苦，有很多的留守儿童，并且很多的孩子没有学上，甚至很多地方连水都喝不上。接着他们将钞票分成若干份，放入文件夹中，按照记录下来的地址发往世界各地。大壮这段时间一系列异常的举动被当地的黑帮得知，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大壮。此时黑帮已经在大壮家附近寻找，但此时的大壮却浑然不知，大壮和他的父亲也重归于好。他高兴地向父亲分享最近一段时间做的善事，顺便将神奇裤子的事情讲给他听。刚开始父亲还完全不相信他说的话，直到大壮向父亲展示过以后，这时的父亲并没有表现出高兴，反而更多的是对大壮的担心，因为他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。到了晚上，果然危险已经找来了，父亲被黑帮抓住一顿胖揍。大壮刚好看到这一幕，眼看情况不妙，撒腿就跑，立刻跑下楼，骑着自行车就跑了出去，连夜找到自己的小伙伴们商讨对策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大壮第2天就接到了黑老大的电话，他威胁大壮交出那条裤子，否则的话就让他永远见不到他的父亲。这是我见过最胆大的孩子，竟然明目张胆地独自跟黑帮谈判，甚至还威胁黑老大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黑老大竟然会妥协。原来黑老大抓了大壮父亲，威胁大壮交出那条神奇的裤子。无奈的3人只好按黑老大给的地点去交易，敌在明我在暗。就在3人准备偷袭的时候，大壮手机突然响起，这时的小帅挺身而出，拿着钞票准备收买2人，可被无情的带走。幸好大壮在小帅身上安装了定位器，轻易知道了黑老大的巢穴。于是2人找到流浪汉准备要他帮忙，但是他们突然发现银行在钞票上安装了定位器。大壮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让流浪汉开车带着他们去黑老大巢穴，途中将有定位器的钞票丢出窗外。可他们还是遇到了警察设置的路卡，只见流浪汉一招神龙摆尾，轻松调转车头，后边的警察见状赶紧上车追赶，上演了一段秋名山飙车桥段。没想到流浪汉车技那么好，一会儿功夫他们就甩掉了警察。就在几人拍手庆祝时，警察又回来了，流浪汉赶紧让2人下车，准备自己去引开警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，2人终于找到了黑帮巢穴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大壮决定一个人面对黑老大，他让好朋友带着那条裤子站在高处，把1桶汽油浇在裤子上，然后拿出打火机威胁黑老大先放人，否则就将裤子烧掉。黑老大面对威胁，
只能选择妥协，示意小弟把他们带出来。父亲和小帅最终的救。几人离开以后，大壮将裤子丢给黑老大，但狡猾的黑老大并不打算让他活着离开，于是抓住了大壮。就在紧要关头，流浪汉驾车飞驰而来，一个完美漂移直接撞飞黑老大。大壮毫不犹豫地抢走裤子，山车逃命，对方也赶快驱车紧追不舍，并且拿起冲锋枪对着他们进行疯狂扫射。慌乱中，流浪汉不幸中枪，汽车不受控制撞向旁边的山坡，几人毫无办法，只好先弃车逃亡。面对黑老大的穷追不舍，大壮只好向旁边的炼钢厂跑去。此刻黑老大也尾随大壮走来，他不慌不忙地向大壮走去。大壮慌忙逃跑，走向了高台，最终走到顶端无路可逃。黑老大持枪缓缓地走向大壮，他害怕极了，只好再次拿出裤子威胁，说再向前走一步，我就将裤子丢下去。看着高温的熔浆，黑老大再次妥协。就在此时，父亲冲了上来，3两下打掉黑老大的枪，接着2人扭打在一起。可父亲哪是黑老大的对手，没多久就被黑老大按在钢板上摩擦。眼看父亲就要饮恨西北，只听见一声枪响，黑老大停手，回头一看，大壮正拿着枪对着他。由于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大壮将裤子扔给父亲。黑老大看大壮还是个孩子，认为他不敢开枪，就准备上前抢枪。大壮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危机时刻，警察赶到，他试图说服父亲，让父亲将裤子交给他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父亲直接向后一甩，裤子掉进1万度高温的熔浆，而且还产生了剧烈的爆炸。事后，黑老大等人全部被抓了起来，大壮几人也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但由于其裤子的毁坏，警察找不到相关证据，只能将几人无罪释放。影片到此结束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神奇的裤子，你会怎么利用它呢？